摄像头猛然放大，他盯上了一群亚洲人，他们明明是出来旅游的，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带着相机。他们在机场内疯跑，造成了不小的混乱。男人看了一眼之后，便被海关叫得回过了神，可是护照放进机器，却突然提示无效。没过一会儿，安保就找了过来，男人跟着他们前行，而保安则要求他在此等待。即便他被画地为牢，他也没有丝毫惊慌，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安保主管例行询问，可男人却语言不通。他拿着笔记说了好久，主管才知道他是来这旅游的，而主管则拿着他的回程机票，把他装进了袋子里面。I'm gonna need the passport also. 男人还以为已经办完了手续，便打算起身离开。主管再三指示，他才拿出了自己的护照，而男人也隐隐地察觉到了不安。主管接待完毕之后，国土安全局的主任又负责接待，可是找了许久也没能找到翻译，他只能自顾自地表达，希望男人能够明白发生了什么。The Republic of Krakosia is under new leadership. Krakosia. Krakosia. Right. I don't think he gets it. Okay. 见此情况，主任又开始了实物讲解。他把薯片比作男人的祖国，而苹果则是政府叛军。No more Krakosia. Okay? New government. Revolution. You understand? 男人还是听不懂主任二人的话，一脸不悦地打扫着身上的碎渣。可想到即将开始的旅行，他又变得开心到不行。可是他没听懂的部分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国家遭受叛乱，他的护照已经作废，他不能踏出机场，也不能回归祖国。但是美国方面又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他就像陷入了某种漏洞，一个专门为他所准备的漏洞。I'm sure that Uncle Sam will have this all sorted out by tomorrow and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lmost. Thank you. 安保主管一边给他介绍了大厅，一边把一些必要的东西交给他。他迷迷糊糊地接下，却什么都没有听懂。Beyond those doors is American soil. Mr. Dixon want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you that you are not to enter through those doors. You are not to leave this building. America is closed. 安保主管刚走，他就听见了一阵熟悉的音乐。靠近电视，他发现了上面的战声急报。电视突然转台，他就只能来到楼上。可是楼上的电视没有声音，别人又听不懂他的求救。这一刻，他才彻底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了。能陪着他的，仅剩下那一包厚重的行李。他想拨打电话，可是却根本就不会使用。路人神色匆匆，根本就顾不得男人的求助，他就只能在无助之中感受了这份匆忙的绝望。他算着手里的餐券，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几天。见旁边的女孩整理行李有些费力，他便上手帮忙。可一个不小心，他的餐券就飞到了地上，而收拾卫生的老白则把它们一一的捡了起来。男人追了上去，想要回餐券，可老白却直接拒绝。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男人听不懂英语，便站在一边支支吾吾。听懂了一个周二，就以为是和老白约定好的时间。机场里横七竖八的睡了很多人，可男人并不满足睡在这里。他穿过时空标识，一直走到了最里面的登机口。这里安静至极，并没有发现一个人。他呆呆地看着手中的花生盒子，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疲倦瞬间袭来，他难过的打着哈欠。可就在他要躺平的时候，却发现椅子的位置很不合适。可他把椅子拽过来之后，却发现更不舒服了。他翻开自己的行李，拿出了一把瑞士军刀，利用上面的螺丝刀，他拆掉了座椅上的把手，一张没有隔挡的床就这样完成。他拔掉保险丝，大厅内瞬间就没了灯光。他对着罐子亲吻，然后就准备睡去。他高举双手，整个人都恐惧不已，仿佛下一秒自己就会遭受枪击。可当他鼓起勇气转过头的时候，不禁骂了自己一句胆小鬼。第二天一早，男人就出现在了监控里面。他穿着浴袍，大大方方地走向了洗手间。There's a man walking around the terminal in a bathrobe. I know, sir. You put him there. 他在洗手间里洗澡，吓跑了一票旅客。经过了解，他知道要在海关处申请，可拿了2次，他才拿对了绿色的申请表格。毫无疑问的拒签，狠狠地盖在了他的签证申请上。Mr. Jaworski, you cannot get into New York without a visa. You cannot get a visa without a passport. And you cannot get a new passport without a country.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for you here. I give you a light green. I'm sorry, but you've wasted an entire day. 他并没有放弃，依旧在等着正规手续。男人担心下一秒祖国就会恢复，他还有事要办。而看着固执的男人，主人却像在看一个怪物。Well, why the hell doesn't he walk out the doors? Why doesn't he try to escape? Sir,
You told him to wait. But I didn't think he'd actually do it. I mean, he's in a crack. Who the hell waits in a crack? 主任如此的说辞，完全是出于担心。他们还没搞清楚男人来美国的目的，出了事都要自己承担。周二这天，男人找到了老白，希望能要回自己的餐券，可老白却突然反悔，留下了男人呆愣在原地。他看着橱窗里的食物，口腔里的味蕾炸裂，那咕咕作响的肚子，说明了他的极致渴望。用各种酱料作伴，他自制了一个汉堡。可刚刚抬头，他就看到了机场主任。Airports are tricky places, Mr. Navorsky. 主任给他说了一个秘密，今天的警卫会有5分钟的空档，而男人迷茫之中，好像也听懂了一些。America, for 5 minutes. Is open. Have a nice life, Mr. Navorsky. 主任走后，男人看了看手表，而主任则大步流星来到了楼上的监控室里。Jensen, clear the doors. 警卫收到消息，直接离开了大门。摄像头不断移动，终于找到了男人。他看着近在咫尺的美国，满眼的渴望之色。可是看了许久，他也没有迈出那一步。如此这般，看得主人都有些心急。Exit, Victor. Come on. In a couple minutes, you're going to be somebody else's problem. 他刚把右手扶上大门，一个空姐就闯了进去，而男人迫切的观望之后，却退后了几步，因为他注意到了头顶的摄像头始终都跟着自己移动。You got it. There we go. Gotta get a running start, I guess. All right, come on, Victor. Just leave. 为了验证心中所想，男人缓缓地蹲下了身子。他表面上是在系着鞋带，可实际上却在观察着那颗摄像头。Get the cameras. 男人躲到了监控下面，看着他四处搜寻，见找不到男人，主人便朝下看去，而男人则灵巧地躲过，然后就那么茫茫然地出现在了摄像头中。I wait. 一个空姐摔倒在地，鞋跟却跑到了男人脚下。他将鞋跟递给空姐，然后将她扶了起来。见女人着急登机，他便递上了捡来的优惠券。2楼的打折鞋店一定会帮到女人。跟主人斗智斗勇之后，他还是要解决自己的肚子。看着别人吃剩的午餐，他整个人都蠢蠢欲动。可是偏偏这时，一位大姐拦住了他。Excuse me, buddy. 他看着女人推回了行李车，看着机器吐出了钱，他象征性的抠了2下，一个吃饭的点子瞬间就冲上了心头。所有人都围着监控器，一脸一模一样的笑容。仔细看去，原来是男人发现了行李车的窍门。他推回3个车子，机器就吐出了3枚硬币，而用这3枚硬币，他就换回了一个汉堡。Keep the change. 一口香酥入口，他整个人都起了鸡皮疙瘩。这异国他乡的美味，不禁让他想起了电子宠物。从那以后，他吃饭的问题就有了着落。当他推回30辆行李车时，他就被硬币砸得睁不开眼。而这一次，他换回了一个巨无霸的全家桶。可是刚吃了一口，电视中再次传来了他祖国的国歌。他看不懂英语，就只能自己猜测。一整篇英文报道，他却只认了几个单词。为了了解祖国的情况，他开始翻找双语导游手册，然后借着微弱的灯光自学起了英语。2个语种对照下来，他很快就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几天下来，他已经能读懂新闻中的横幅了。可是面对男人，女警却依旧举起了红色的戳子。连续1个月的时间，男人天天都来，这不禁的也让他生出了一些厌烦。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Why do you wait here 2 hours every day when I've told you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for you? That your new visa will not arrive until your country is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2 stamps. 1 red, 1 green. So? So, I have chance go New York 50-50. 女警被男人的乐观打动，可她却打动不了美国。他依旧在利用手推车的 bug， 可主任却看不下去了。他直接在机场安排了一个新的职位，目的就是要斩断男人的财路。I'll take it from here. I'm transportation liaison, in charge of passenger assistance. 男人没了生计，便再次做起了秘制汉堡。可是刚要吃下，他就看到了那天的空姐。女人远远地朝着男人挥手，这不禁让他陷入了疑惑。可是确认了几次之后，他便相信了自己的魅力，然后就站起身，礼貌性的回应。男人愣住了，呆呆地看着2人离去，唯一的秘制汉堡摔落在地。看来今天晚上他要饿肚子了。他拽过拖布，打扫自己弄脏的地方。可是刚拖了没2下，老白就跑了过来，一通臭骂之后，他就抢走了自己的拖布。You try to take my mop, you try to take my floor. It's my job. Stay off my floor. Stay away from my mop. If you touch it again, I kill you.
他落魄地走回登机口，做好了饿肚子的准备。可是灯光猛然亮起，正是机场的配餐小哥。I'm Enrique Cruz. We need to talk. 小哥要跟男人谈一笔交易，一笔让男人不再饿肚子的交易。他倾慕海关的女警许久，希望男人能帮忙打探消息，而男人能获得的，则是每天的晚餐。I do this. Really? Promise? Okay. Thank you. 他一路奔跑，直接冲到了女警面前。他不明白小哥说的野马是什么意思，便直接说给了女警。可因为太过焦急，他竟然越过了红线。白天套取情报，晚上就如约上交，甚至口味不好，小哥还会特意的给他翻找调料。随着每一次的对话，女警也明白了他在干什么。有个人在暗暗的喜欢自己，也让他开心不已。而小哥在得到答案之后，也开心的不行。Officer Torres, Mr. Navorsky? you have to choose. Man with money or man with love? What is choose? 进来的询问喜好，女警也有些不耐烦。可不管她怎么询问，男人却什么都不肯说。而他正在吃着大餐，主人给他的扣机却响了起来。Wait. What? Think of it! I come in! No, wait. I'm coming now! Victor, just tell me more. Hey, there. I come in!